公元907年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，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连年战乱，田地荒芜，礼崩乐坏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饿殍遍野，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，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：“六军门外已将失，100万人家无一户。”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，所记住户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副帅，靖远4州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兽。没用的货，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欲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好啊，有事。末将在。放了他。太尉息怒啊！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！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靖远军上门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饿死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，做军粮。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。
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氏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吧？认识。阿爹，这种汉子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定点转马提经试试。大郎，这是一镇节帅的原文，不可孟浪胡闹。两位哥哥，请啊！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经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。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，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经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个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阿爹，阿爹，有追兵，听题上至少一个队。带领他走。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，回京复命，
速开城门！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赵匡胤，末将在，你办的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！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命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圣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内翰，水秀使君，你如何还在此处？王令公令我今日午后来取国文制敕，可是等到现在也不见令公回来啊。你且回转戒备相馆驿，自去休息。令公今日怕是回不来了。文素兄，可是出事了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老爹，是范学士。臣。官家吩咐了，内翰来了，
只管进去便是，不必报名。圣人、七郎、冯令公在殿内。七郎。 今天这是怎么了，阿爹？该不会是管家不行了吧？住嘴！陛下，范学士到了。臣范质奉诏觐见陛下。你之。诺。 令公晋太尉，封燕国公，朕不欲托令公以顾命。七郎拜令公。七郎。 快过来！管家莫急，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。报与令公。 令公，可道敬堂求你了。 你去广进府，禀告齐王和景太尉，宫里的灯油用完了。快去！喏。回家。进宫，去请齐王进宫吧。令公，要去哪里啊？乏了，回家睡觉去。 令公，令公，令公，陛下，陛下龙驭上宾了。侍卫秦军要赴国丧，宫里的生麻熟麻怕是不够。明日，新闻三司自所藏拨出一些，接进内藏。
诺。令公，令公，令公，请留步。赵红英，你要拿我吗？你要拿我吗？尔等要拿我吗？走。阿爹，去办你的差事。诺。上车。文素是要随老夫回府吗？老夫侍奉两朝，此时又挂了个托孤顾命的名义，齐王未必能奈我何。你没有这份根底，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的好。令公，文所，若要保何家老幼性命，还需一道遗诏。范内汉，臣吏部郎中，翰林学士，知告范质，恭迎大王入宫。这是何物？陛下大行，此乃陛下口授遗志。遗志上怎么说？大行皇帝遗志，检校太尉侍中，广进隐。齐王重贵，严肃刚毅，内外咸服，可承朕统叙，建作大宝。臣恭请大王入宫。恭请大王入宫。末将等恭迎大王。你们父子今晚做得不错，愿为大王效死。来传信那个是你家二郎吧？回禀大王，乃是犬子赵匡胤。入了3班没有？犬子年轻，尚未得到恩典，已借职军前听用。你自家晋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你家二郎估看着不错。补殿前承旨，实授侍卫亲军步军第18指挥。多谢大王恩典。
儿臣拜见圣人。大王既已入宫，今后便是官家，哀家与社稷便托付于大王了。圣人勿忧，儿臣祭祀大统，圣人自然便是太后。但请安养宫中，四时所需一应供奉，皆可无虞。若有小人胆敢怠慢太后，3丈刑台，正位私设。儿臣敢问圣人，七郎何在？我玩得好，再来，我来，父亲，真要将全族置于府岳之下不成？齐王不是司马昭，老夫亦不是陈泰，尔等如此作态，大可不必。齐王已然入宫，父亲却将齐皇子隐匿于府内，儿子只怕塌天之祸就在眼前，请父亲以何族老幼为念，莫为螳臂当车之举啊！谁说老夫要挡车？你这是老夫的投名状，拿去纳于齐王便是。吃便骂。冯令公这是何意？陛下勿忧，令公这道表彰是要与陛下做一桩买卖。买卖？冯令公表彰里说，大行皇帝弥留之际，晋他为太尉，改封燕国公。笑话！冯令公是历世两朝的元老勋臣，便是父皇没有交代，朕出谏作，要借重他之处颇多，如何能不加恩？哪里需得他借大行皇帝一命来压朕？令公说的不是他自己，说的乃是齐皇子。令公将朕看成什么人了？朕难道会去为难一个3岁的娃娃？冯令公将七郎带回府中，又送来这样一道奏表，奏表里提及大行皇帝的遗命，其实是想告诉官家，奉养善待七皇子，乃是大行皇帝的遗命。桑相公，令公所请，当如何措置？这道奏表本就是态度，陛下只需让令公知道陛下的态度，便可。范质，臣在。拟诏，奉大行皇帝遗命，册冯令公为太尉，改封燕国公。老爹，不该是齐王，是吗？就该是他。那我们算是乱臣贼子吗？唉，谁又不是呢？这已是最好的了，至少不曾流血，不曾死人。门下创业垂统，予以夷后坤，4位承挑，予以少前烈，为古公之元首，比义赵之宅心。皇帝应入上元，受禅堂坐，灵日旦于5载，幽禽岁冠于百王，无一日不举黄冈。无一事不轻圣览，宵衣干食，骄思劳神，弃大宝以上千，复充人之神器。鳏寡无告之名，悉令安泰；动止有生之类，既获昭苏。庶几言宗社之洪修，照天地之和气。天福7年，
6月。陛下新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骤然北伐，万一败绩，江山社稷则危如累卵。清太3年起至今，朕等这一天等了7年，也准备了7年了。桑相公还要让朕如何稳固根基啊？臣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，而在萧墙之内。朕想要收复燕云16州，桑相公何以执意阻拦啊？非其时，非其事，亦非其人。非其人。桑相公这是还是把朕当小孩子看啊？朕不是旧唐时那等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无知之子。朕12岁便在军中了，沙场搏命，临阵选锋，朕从未退缩过。若非如此，先帝岂能以大宝与朕？陛下，国战不是沙场搏命，要的不是一腔热血，更不是个人的孤勇。陈维汉，你是哪朝的臣？朕才是天子。你若再不行缺善礼，我便自己摘下了。好。你呆站着作甚？还不过来帮帮我？好。你这官确实有些分量。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吗？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。妾身听着。再过几日，我便要随军出征了。妾身知道，阿爹和阿兄也要去。官人想去吗？想。大喜之日，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。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。妾身知道，官人说的是真心话。官家要北伐燕云了，阿爹总是担心，可阿兄很欢喜，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？燕云之耻，刻骨铭心。大好儿郎谁无一分？官人可知，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？那自然是粮秣、给养、兵马，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，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。这第一桩要紧事，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。如今的世道，咱们做女子的，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。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，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，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。这第二桩要紧事，是阿娘说的。岳母大人有何吩咐？阿娘说，趁着你和舅舅整顿行装还要些时日，抓着你为赵家留个后。
公元942年，石重贵即位后拒绝向契丹称臣，引发了与契丹之间的3场大战。公元946年第3次战争中，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，携20万大军临阵倒戈，使后晋主力尽丧。契丹乘虚兵逼开封，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。七叔，何事？能否向冯令公通禀，末将有下情禀告？我说了，令公不见。是私事。多谢七叔。令公，末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向令公请罪。你起使新都。是。又有身孕了。回令公。是。第4胎了吧？是。末将第一个自私早夭，没有续齿。长子名匡胤，现任殿前承旨，是为亲军步军第18指挥。次子名匡义，年方7岁，进学3年，末将内侍姓杜，2个月前又有喜脉了。若还是男丁，就是臣第3个儿子了。长子曰胤，次子曰义，三子曰美。末将待犬子谢令公赐名。不管是生男孩还是女孩，都叫美。杜子美的美。谨遵令公教诲。明日午时之前，将杜氏和赵匡胤送入老夫府中，你可安心。末将待何足老幼，谢令公知遇厚恩。安顿好家眷，便来中书门下取旨。侍卫亲军之事，老夫便托付于你。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。外间起雾了，看不清路，好自为之，不要自误。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。
今时居然不惜劣迹！人太多了，展讯恐会生出乱子，需早做准备。这条路被堵住了，绕路吧！大爹，火太大了，这人手不够啊！你指挥这4个队，现在还能动吗？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。大将啊，你亲自去。我，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，你10里以外能看见？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。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，接上去，看见杀人劫财的，当街剁了。还有，家。那这儿有我呢，做好你的事情。这是军令，卑职遵命。来人，在！你抓个人过来问问，谁看见天子了？快去！反倒是谁？这不是杜预家的赵小郎吗？小郎不去杜预身边伺候的，却来扫洒家的晦气。说，看见天子了吗？到处都找不着官兵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官家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他们去找！快点！地上找到了！地上找到了！快！火马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。
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燕树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，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将领命，替臣子谢令公恩惠。所有车辆居所停靠，行人靠右，各自回家。大郎好威武！他娘的，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！赶紧帮忙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！把马车围起来。在下侍卫秦军马步军第18指挥赵匡胤，请足下一步下车。是杨光义叫你来的。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，赵红英是你爹。你认得我爹？我要见令子。家父现在正在宫中，那我便去宫中见他。宫中戒备森严，家父虽是侍卫秦军管军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，还讲个求规矩？啊！你受伤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各位贵人吉祥，下官詹南。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，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。哎，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，但群龙无首，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。哎呀，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，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，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。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，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？上官现在都没了，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，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。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，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方才你说砸开库藏？是啊，库藏的钥匙在四成的手里。哎呀，7日前便跑了，权且只能先砸开，就是砸开以后，也未见得里边有银。银钱我们有，詹军可否代为采买？哟，小郎君有所不知啊，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，要是少买一些，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。几百人的吃穿用度，却是不易为之。石秀大人莫看我，卑职只是一名武将，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，这类事情。还请跪上通禀，我要拜见冯令公。契丹主已到了腋下，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，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。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，时局危殆，令公需早做决断。什么主张？决断什么？官家靠不住，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。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，主张也好，决断也罢，该管他去要。杜重威阵前降敌，致使河北沦陷，局面崩坏，如此人品心术，何得以为人主？
国桥御医，何人为人主？说与老夫听听。令公，官家予以弃天下，此非令公之过也。改乱归正，以复大行皇帝统序，此其实也。三国桥，你走吧。令公，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。王大进者，令公也。桑相公，大郎，你们二人候在此处，不要乱走。是。冯令公，赵红英到了。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。陛下如何？安置在资德殿，服了些汤水，已经睡下了。看顾得紧一些。诺。你还有事？人在哪里？省外后进。带他进来。令公怎么说？你带他进去吧。我带他进去？没错，令公命你为带御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，堂札以下，自即日起，每日来此站班。来这儿？哎，启禀令公，卑职昨夜巡街，路遇此人，他声称元朗，卑职在。中书门下与你的堂札，你父交予你了吗？谢令公提拔。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藩汉马步军孔目官郭荣，拜见令公。你是郭文仲的儿子？正是。何时抵京的？昨夜晚间，与吴越国使臣一道。吴越使团？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，兵逼陈桥，卑职被迫绕道，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，偶遇吴越使团，幸为其所救，才得以安然来京。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？不曾，卑职知道厉害，途中一路诈睡，不曾与他人言语。文仲自家读书少，调教儿子还算用心。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。你担了天大的干系，一路波折，冒死入京，所谓何事啊？实在是卑职之罪，手下兄弟懈怠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，还请大使含含责个。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，你这兔死扯我干嘛？人没了，终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贵官不必挂念，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。天子失德，河北沦丧，乾坤败坏，
上下失序，乃至火焚宫禁，京师一日三惊，公卿贵庶皆不得安。令公数十年，背负天下人的期望，临危之际复向庙堂，此乃社稷之幸也。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，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，像伊尹、霍光那样行使权力，辅大统于征朔，扶皇七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，诛奸佞，却北国，正朝纲。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，太原军民、刘令公以下，都愿意追随，甘为驱驰。你这一番话，是太原令公教你的，还是你父教你的？这是卑职昨夜入宫，巧于宫中失火，京师大乱。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。小子好胆！令公，国事衰微，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。幸好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。此番话若是出自太原令公，此刻你已人头落地。后生，你太嫩了。刘知远起自蓬蒿，久立祖武，什么没有见识过，什么没有经历过？他若是想当渔翁，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。说实话吧。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：天子还可不可使？京师还能不能守？不可视，不能守。刘令公问：大事如此，河东该何去何从？令公可有所思？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，等了一辈子了，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？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又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费力，却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遥之顺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
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今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吧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信赖先帝之灵，此首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谢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圣道，不足以承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致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复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元纪元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明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公，尽善于右。以唐、虞、宋、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，照临广土，砥绥万国，永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。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“右”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上位，是外善还是内善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为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能这样？小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妈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
议论天子之位，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，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居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口诀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周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修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。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冯令公有令，命我领二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刚
当场刀捅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，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